疼死了。顾启东挂了电话，就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就看到林一坐在郑子浩的办公室里面，看着手里的一张片子在抽泣。看到林一，顾启东就心疼得不得了，死命地瞪了一旁的郑子浩一眼，走到林一的身旁，搂过他的身旁，轻声地安慰。郑子浩何其无辜，他根本什么事情就没干，就给顾启东这么看，他真想要哭啊。怎么了？顾启东轻轻地拍着林一的背，细看着他的神情。林一吸了一下鼻子，抬起头看着顾启东，我就是想要哭。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看到宝宝的照片，一下子没忍住就哭了。这可以理解，孕妇的脾气都是很快的，莫名其妙的就爱哭。郑子浩在一旁说，又遭受了顾启东的白眼。想哭就哭吧。顾启东伸手抹去林一眼角的泪珠，怜惜地看着他。林一抽泣了一下，红着大眼睛说，我已经哭完了。还想哭吗？顾启东笑着问。林一点点头，居然真的流掉了几颗眼泪出来。郑子浩有些惊呆了这两人的对话，非常的无语，他决定无视他们。可是郑子浩说无视一点用也没有。顾启东抬头看向他问，孕检的结果如何？刚转过身子的郑子浩又转过身来面对顾启东，瞧着林一的样子，说，你看你老婆像是有问题的人吗？没你事了。顾启东听完郑子浩的话，酷酷地说。郑子浩觉得自己就是苦命的人，被顾启东所压制着，受他的压迫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宝宝很好很乖。顾启东对着林一和对着郑子浩完全都是不同的声调。他对着林一说话的时候，温柔的可以揉出水来，而和郑子浩说话的时候，冰冷的像块石头。啊！林一摸着肚子大叫。顾启东紧张的惊呼，怎么了？宝宝踢我。林一惊喜地跟顾启东说道。顾启东抹了抹额头，他今天真的是被林一吓怕了，摸摸他圆滚滚的肚子，说，宝宝，你乖点。他才听不懂你说的话呢。啊！这下轮到顾启东大叫了，张着嘴巴，好一会儿才说出，我感觉他动了。林一使劲的点头，他也有感觉。郑子浩看着这一对活宝夫妻，有些汗颜，他们真是疯了。不就是一个女人怀孕吗？哼，等他娶到老婆，肯定也能让她怀孕，肯定会生个可爱的宝宝。出了郑子浩的医院，顾启东按林一的要求带他去逛超市。林一，我要求一件事。顾启东开着车说道。林一低着头摸着自己的大肚子，抬眸看了顾启东一眼，问，什么事？你下次一个人出门能不能事先跟我说一次？你要知道我的心脏受不了你的惊吓。林一点头。还是算了，以后你出门都要有我陪同，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。好。去了超市，林一发现自己有选择恐惧症了，弄得头疼，干脆让顾启东挑。顾启东很快选了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又买了一些林一爱吃的零食。顾启东刚一不留神，就发现林一不在身旁了。他在超市里转了半圈，最后在水果区看到林一。林一正站在一堆苹果和一堆香蕉面前，捏着下巴皱着鼻子，一副苦恼的样子。林一！顾启东朝他吼了一声。林一惊得转过头看向顾启东，看得顾启东一脸的怒气，他瞬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一副很委屈的样子。顾启东的心瞬间软了，刚才的紧张生气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以后不许一声不吭走开。顾启东认为自己的声音已经很柔和很柔和，为什么林一看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的委屈，嘟着小嘴可怜兮兮的。好，我错了。顾启东忙道歉。我不知道该买苹果还是该买香蕉。林一抓起一个苹果和一根香蕉，对着顾启东说道。顾启东怀疑刚才林一可怜兮兮的模样是因为他吼他，还是因为他不知道该买苹果还是香蕉。想吃哪一种？都想吃。那就都买了。可是都买了会浪费。不会。顾启东直接给他做决定，拿了2个袋子装起来。接着他就拉着林一走，继续逛超市。林一动了动被顾启东拽着的手，可是拽不动。他盯着顾启东的背影说，
顾启东，你抓得这么紧干什么？怕我一不留神，你又不见了。林一哦了一声，刚才他不过是看到顾启东很认真地挑选东西，他又给不了建议，就随便到处看看，哪里知道他会这么紧张。顾启东牵着林一走，林一低着头在想其他事情。一个人从林一的身旁经过，因为那人走得有些紧，撞到了林一的肩膀。顾启东惊得将林一要摔倒的身体拽入怀里，狠狠地瞪向那个撞林一的男人。男人很抱歉地看着他们，又鞠了躬说了对不起。林一抓紧顾启东的手，对着他摇摇头，向男人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没事。”男人又说了一声抱歉，就走了。顾启东上下看了林一一遍，问：“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“没有啊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”林一笑看着他：“我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该把你关在家里，免得我一天到晚担心。”顾启东开玩笑地说道：“才不要，在家里很闷的，而且还是我一个人在家里。”顾启东捏了一下他略微有点圆圆的脸，说：“那么就这样吧，明天你陪我去上班。”“哪有人上班还带着怀孕的老婆的呀？”林一有些好笑地说。“我说可以就可以。”“对对对，你是老公，谁敢说你顾总经理的不是？作为顾总经理的夫人，也没有说你不好。”顾启东一只手轻搂着她，另一只拉住购物车。“谁是你夫人啊？我们现在是正常的情侣关系。”林一可是一直记得自己和顾启东已经离婚了，难道说还有不正常的情侣关系吗？这不是关键好不好，关键是我们是情侣，不是夫妻。顾启东笑：“可是你都已经坏了我的孩子，现在未婚先孕的人多的是，也不差我一个。”林一笑得得意：“亏你说得出你未婚。”“哼，不跟你说了，快去付款了，我要回家，我好困啊。”林一推着顾启东说道。半夜，林一忽然脚抽筋了，疼得在床上呻吟。一旁的顾启东被他的声音给惊醒了，担忧地看着他，见他额头都渗出了冷汗，他忙问：“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肚子疼？”“不是，脚抽筋。”林一皱紧了眼睛，难受地在床上蹭着。顾启东坐起身，翻起床尾的被子：“哪只脚？”“左脚。”顾启东轻轻地捏着林一的抽筋，按摩了一会儿，林一的疼痛感少了一些。“好了，不抽筋了。”林一拉过顾启东的手。顾启东看到林一的眼角又挂上了泪水，忙替他擦去。“这些天怎么这么爱哭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还难受吗？”林一抬头。顾启东看了一下床头柜的钟，才凌晨2点。他搂过林一，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，轻轻地拍打他的背。“闭上眼睡吧。”林一伸手抱住顾启东的腰，缓缓地闭上眼。顾启东看着林一睡，直到听到他平缓的呼吸，他紧张的神经才放松下来。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睡太多的缘故，今早林一醒得比较早，而且很难得的看到顾启东还闭着眼睛在睡觉。他笑着靠向他的胸前，一只小手不安分地探入敞开的衣领内。他的手睡觉的时候露在被子外面有些冰凉，这种凉意立即让顾启东醒来过来，微凉的碰触让他的毛孔瞬间紧酸，心也抽了一下。他忙抱住他的身体，狠狠地在他额头亲吻了一下。“是不是想我了？”顾启东暧昧地看着他，林一心猛地一颤，想要收回探入他衣内的手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顾启东牢牢地拽住了他的手，还很暧昧地让他的胸膛上滑动。“顾启东！”林一轻唤了他一声，声音有些娇嗔。顾启东轻哼了一声，却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盯着他看。见他素面朝天，白皙的脸上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个小雀斑，脸颊泛起一丝红晕，他忽然觉得怀孕的女人有一种不一样的美。他情不自禁地低头去寻她的唇，林一却十分扫兴地蒙住她的唇，直到看到她眼里浓浓的欲火演化为深深的情意，才慢慢地放开自己的手。“老婆，你就不怕把我给憋坏了？”顾启东有些委屈的道，小嘴还学着林一那样微微的赌气。林一搞怪地捏了捏他嘟起的嘴唇，笑着说：“我更怕把我们的孩子给弄坏了。”“吻一下都不可以？”“不可以。”
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的身体容易情动，每顾其东煽情地吻着她，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回应，想要或许更多。顾其东有些泄气地叹了口气，紧紧地抱着林一，在他的颈脖处像个孩子似的蹭啊蹭。老婆，以后你要补偿我的。谁是你老婆？林一低低地笑，伸手轻轻拍拍顾其东的背，算是安抚这个大男孩。顾其东，你是不是该起床去上班了？在床上又温存了片刻，林一问顾其东。顾其东抱着自己圆润的老婆，实在不想起床，可奈何还要挣钱养老婆。某女人前几日似乎在家里待着闷，说要去公司陪我工作。林一有些鄙视地看着某男人，明明是某男人自己提出来让他陪他去公司，现在居然说是他自己想去。快起床，快去上班，我要继续睡觉。他翻过身子，背对向顾其东，闭上眼睛。顾其东失笑地看着林一的背影，伸开手臂，将他给捞回来，搂在怀里，低低地要求道：“陪我工作？”“不。”“为什么不去？”顾其东继续问。“你要工作，我又没事干，在你办公室也会很无聊的。”“这个好办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。怎么样？去不去？”林一深深地看着顾其东，想了一会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他伸开手臂，要求顾其东抱他去浴室。顾其东顺势将他公主抱起，慢慢地走向浴室。顾氏集团今天公司的员工沸腾啊，因为他们看到顾总经理居然带着个女人来公司，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个大肚子。林一是顾其东妻子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外面公布过，只有自己的家人朋友，其他人基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林一的出现让公司的员工感叹，情妇上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怀孕。他们将林一的身份地位为情妇，要是林一听到了，肯定会怒吼说我是他的情人，绝对不是情妇，情妇和情人是绝对不同的。顾其东将林一领进了办公室，让他坐在沙发上，给了他一堆的杂志。林一看着茶几上各色的财经杂志，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不觉得无聊，就是让我看这些财经杂志。”顾其东摇摇头说：“不，将杂志上关于我的文章照片都剪下来，粘在本子上。”林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这不是一些小女孩暗恋他才会做的事情，为什么要他来做？顾其东见他疑惑，笑说：“这是为了以后给我们的儿子看，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有多伟大，让他以后都学着点。”顾其东，你真臭美。臭美也是要有资本的。顾其东有些不要脸地说道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林一打发掉顾其东，随意地拿起一本财经杂志看了起来。顾其东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，时不时地会抬头看林一一眼。怀孕的女人十分的认真。莫西，你的手机响了。正在打印文件的莫西听到有人喊他，他忙放心手里的东西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见自己的手机闪动着，上面显示的还是李俊的号码。他明明是把李俊的号码给彻底的删除了，可是看到那一串数字，他就是知道这是李俊的手机的号码，这一串数字已经刻入了他的心里。即使可以从手机里删除，也不能从他的心里删除。莫西，你怎么不接啊？一旁的同事疑惑地看着他。莫西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接起了手机。喂，请问是莫西小姐吗？莫西很意外，听到的声音根本不是李俊的，心里升起一股疑惑，他嗯了一声。莫西小姐，请你来一趟公安局好吗？李俊先生喝酒闹事，正在公安局。莫西惊了一下，好，我立马就去。虽然不知道李俊是怎么喝醉酒被警察带到公安局的，可是既然警察让他去，他不可能扔李俊在公安局里。小西，帮我向主任请个假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莫西跟同事说了一声，拎起自己的包就走人。莫西从来不舍得打的，因为很费钱，可这次破了例，他直接打的去了公安局。请问李俊在这里吗？莫西进了公安局，就问里面的警员。警员看到莫西，想起那个喝酒闹事的男人，便说起来：“是莫西小姐吧？是这样的，李俊先生酒驾，
他还醉得不轻，我们局里的同事让他下车，却被他咬了。他还说自己有狂犬病，吓得我们同事忙跑去了医院检查。听到警员说李俊自称自己有狂犬病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说亏他想得出来，他怎么不说自己的有艾滋病呢？这么更能吓到人。听到莫西的话，警员的脸都黑了，他是没想到面前的女孩更厉害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你继续。莫西忍住笑，憋的笑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莫西小姐，你也知道现在酒驾很严重。还有，李俊先生到现在还没有醒，我能见见他吗？莫西问。警员直接带莫西进了一个房间，见李俊正瘫倒在沙发上，一头的短发凌乱不堪，他紧闭着眼，似乎睡着了。莫西好久没有看到李俊，现在看到这个样子的他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却逼着自己扬起一个笑。他是心疼现在的他，可是想自己见到他，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于是他笑得特别的开心。他走过去，坐在李俊的身旁，弯下身，伸手轻轻地拍打他的脸。喂，你醒醒。李俊感觉到脸上的疼意，从沙发上坐起身，迷迷糊糊地睁着眼睛看着莫西，然后傻傻地笑。感冒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喝酒了？李俊点头，说到喝酒，他觉得自己的头有点疼，皱着眉头去按自己的额头。还难受？他继续点头，有些委屈不高兴地看着莫西，说，你都不心疼我。李俊说这话的样子，真有点像个闹别扭的小男朋友。莫西是很想要伸手替他按摩一下额头，可是回头想想，自己算是他的什么人呢？有什么资格为他做这一些？他现在是因为喝醉酒脑子还不清醒，到时候他醒了还可能怀疑他对他纠缠不休。莫西摸了摸鼻子，问李俊，你咬人了？这次李俊没有回答，可是呆呆地看着莫西。莫西被他看得心头有点发毛，摸了摸自己的脸问，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莫西怔住，他也是第一次认真地唤李俊的全名，以前不是叫他李郎，就是叫他俊俊。李俊，你向警察认个错，再给点钱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你家这么有钱有势，警察肯定不会为难你。莫西不理会李俊莫名其妙的眼神。我要你管，你是我谁呀？给我滚！你不过是前女友，凭什么来管我？李俊突然变脸，恶狠狠地对着莫西吼道。莫西觉得莫名其妙，心狠狠地一揪，深吸了口气，缓缓地说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警察叫我来，我才不会管你。李俊，你最好把我的号码从你的手机上删除，免得下次我又被你的事给打扰我。再见。莫西站起身就往外面走，心里堵得很，他怎么就会喜欢上这么一个男人，总是只会伤害他。李俊见莫西真要走，忙拉住他的手，起身从伸手抱住他的腰肢，蹭着他的颈脖，说，对不起，我喝醉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感冒药，我很难受，是不是要死了？怎么办？莫西眼睛一酸，双手垂在身侧，正在原地任由着李俊抱着。他想起上次李俊跟他提出分手时候说的话，他鼓起勇气问，李俊，你爱的女孩回来了吗？李俊冷笑了一下，说，她结婚了。结婚了吗？所以你今天喝酒了，还喝得烂醉，喝完酒还自己驾车，咬了警察进了公安局。这些所以的一切都是因为另一个女人，却要让我来收拾烂局。李俊，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残忍？莫西失笑，实际她是个傻女人，爱她就不顾一切。此刻他听到李俊说他爱的女人已经结婚了，他的心里是兴奋的，他是觉得自己还有机会。他知道自己在犯贱，可是却阻止不了自己的行为。他缓缓地转过身面向李俊，他伸出手臂搂住李俊的颈脖，说，你忘了他好吗？彻底的忘了他，试着爱我行吗？李俊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忘了他，好，忘了他。李俊紧抱住莫西。最后李俊喝酒闹事，就这么过去，有钱有势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。林一坐在床尾偷玩着顾其东手里的游戏，主要是这些天顾其东没收了他的手机，让他现在看的手机特别的兴奋。
现在这会儿，他正好趁着顾其东去浴室的功夫，偷偷地从他放在床上的西装外套拿出手机来玩。顾其东手机里的游戏有《神庙逃亡》，是林一以前下载着的，发现里面人物的等级才4级，林一就知道他没有玩。既然他不玩，那么就往他来给他破关吧。顾其东端着洗脚盆从浴室出来，看到的就是林一一脸兴奋地坐在床上，手中拿着他的手机，玩得特别的开心。哈哈，我又吃到了一颗钻石！林一兴奋地叫，一颗钻石可以当一条命用呢。很好玩。顾其东将洗脚盆放在他脚下，蹲在他面前问。当然啊。林一很顺口地回答，抬眸看到顾其东，才惊得要把手机扔回床上。我没玩，没玩。林一的舌头都要打结了。林一，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没有说服力吗？顾其东失笑了一下，抓过他的脚，将往温热的水里放啊。林一烫到了，啊了一声大叫，顾其东，你干什么？泡脚。可是很烫啊。林一想要将脚给收回来，可是顾其东紧拉着他的脚按在水里，说，这水不是很疼，你的脚泡泡热水会比较舒服。是的，林一泡了一会儿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烫了，还觉得很舒服。我的脚好肿哦。林一看着自己的脚，说。看着顾其东低着头，很专注地给他搓脚，林一眼里升起一股雾气，心里觉得暖暖的。顾其东，你真好。他忍不住身后摸摸顾其东的头发，笑得特别的开心。顾其东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知道我好就行。林一点头笑笑，说，我也会对你好。顾其东用抹脚布将他的脚擦干净，放回床上，然后坐在他身旁，替他按摩小脚。孕妇晚上容易抽筋，他是听郑子浩说晚上给他按摩一下脚，可以缓解。顾其东，好痒啊。顾其东粗糙的手在林一光滑的小腿上按摩，有些痒痒的，让林一忍不住想要闪躲。顾其东拽着他的脚，不让他乱动，说，别动，这么晚上就不会抽筋了，你难道还想晚上因为抽筋而大哭吗？我可没哭。林一申诉。是，没哭，孕妇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圣诞节的来临让林一特别的兴奋，他专门和杜柔去超市逛了一圈。2个孕妇去逛街，当然让2个大男人不放心，于是当去了保镖加保姆，跟在后面陪同。我要买床单，家里的被单好久没有换了。杜柔摸着肚子说。林一听到床单2个字，还以为杜柔后面会说她很久没有和陆浩秋滚床单。哎，她真是个色女，没有被满足的色女，动不动的就想到那个方面。想起这些天晚上她做的春梦，林一拉过杜柔到一旁，做贼似的转头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男人，让他们站在那里背过来，才低声问杜柔，阿柔啊，我问你，你晚上有没有做一些有颜色的梦？我们很纯洁的大家闺秀当然是想不到林一这个色女在说些什么，茫然地看着林一，什么颜色啊？林一汗，轻微咳嗽了一下说，就是春梦啊。啊，春梦。杜柔一声大叫。林一心中大喊完蛋了，因为杜柔的高分贝的声音让四周的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看向他们，而且他们还是带着肚子的孕妇。拜托，大小姐，你能小声点吗？林一极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他可不可以忽视那些人的目光啊？对不起吗？杜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跟在身后的陆浩秋低着头偷笑，而一旁的顾其东的脸略微有些抽搐。顾总经理，你老婆似乎欲求不满了，你是不是不行了？不行了可要治啊。陆浩秋挖苦顾其东。放心吧，肯定比你强。陆浩秋笑而不语。林一拉着杜柔去了床上用品区，让她挑选床单。我们贤淑的杜柔选了一个大红色，又雷到了林一。林一觉得杜柔真是有胆量，居然喜欢这么鲜艳的颜色。这个颜色也好，至少来好朋友的时候可以当做没看到不去洗它。林一很认真地说道。杜柔的嘴角抽了抽，她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顾总经理，林一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认识的他可不是这样的。想法真是奇妙，陆浩秋对顾其东说。
顾其东哼了一声，他的很多面都只能给我看，你当然没有机会看到。实际上，顾其东这个小气的男人还是很在意陆浩秋是林一的青梅竹马，所以找到机会可以打击一下他绝不会放弃。阿柔，床上用品需要有品质，而男人也可以说是一种床上用品，质量要更加的好。林一捏着下巴看着眼前的床单说道。杜柔一头雾水，对林一说的男人是一种床上用品真的很汗颜，也不知道林一想要表达些什么。嘿嘿，浩秋的床上技术如何？林一有些猥琐地看着杜柔，问出好奇的问题。杜柔愣住了，一张小脸慢慢的变红，红得像个苹果似的。这个问题，像杜柔这种有良好修养的人怎么说得出口？何况他就只有陆浩秋一个男人，没有比较，何来的知道好与不好？也就林一这个色女敢问出这种问题，还问得脸不红心不跳的。林一虽然将声音压得不能再低了，可是就站在他身后的陆浩秋还是清晰地听到他说的话。陆浩秋一脸的黑线，他心里完美的邻家小妹妹形象在今天彻底的被打破了，眼神飘忽地看向顾其东。顾其东耸耸肩，对于这样的林一他可是一点也不意外，只是有些不高兴这个小女人居然去问别的男人的床上能力。这让顾其东觉得林一在怀疑他的能力，要不是看在她怀孕的份上，他早就狠狠地收拾她了。阿柔，你不用这么不好意思啊。林一鼓励杜柔说出心里的感受。杜柔哪里这么容易受到林一的鼓动，她将拿到的床单扔进陆浩秋拎着的篮子中，就往其他地方走。林一就跟在他的身后，说：哎，这个问题不回答也行，你说说其他的吧。什么其他的？杜柔凝眉问。林一转头看了一眼顾其东，又看看陆浩秋，你们能退后一点吗？为什么？这话是顾其东问的。女人的秘密不希望有男人听到。好。顾其东乖顺地退后了一步，同时拉过陆浩秋一同往后推。妻管严。陆浩秋对着顾其东说。顾其东没有生气，反而很高兴，我愿意。林一看顾其东就退了一步，退跟不退不一样吗？算了，随他们俩去。阿柔啊，你说女人怀孕了不能和心爱的男人滚床单，但是男人很想要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好像说中了杜柔的什么事，杜柔一下子红了脸，像是干了什么坏事似的。林一看着杜柔的模样，坏笑。阿柔，浩秋有没有逼着你那啥？那啥呀？杜柔有些回避林一的目光，他可不可以不要跟这个女人待在一起了？为什么总是问这一些敏感的问题？你心里明白的。林一不明说。别问了。杜柔有些别扭地说道。想到昨晚陆浩秋抱着她憋着难受，她看着也有些心疼，陆浩秋就很不要脸拉过她的手，硬是让她帮他疏解欲望。林一看杜柔的反应，猜肯定是有了，也就不多问了。他低头偷笑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跟着杜柔去买其他的东西。买完东西回家，顾其东就问林一最后他问了杜柔什么问题。林一只是笑不说，然后狠色地往他的下面看了一眼。顾其东被他的那一眼看得有些囧，咳嗽了几声，斥道：林一，你正经一点。我哪里不正经了？林一嘟嘴道，转身去整理自己买来的东西。顾其东自然不会是让一个孕妇忙活，他夺过他手里的活，说：你以后少逗杜柔，她脸皮薄不禁逗。哦，她脸皮薄，我就脸皮厚了。林一有些不高兴地说道。顾其东拉过他在沙发上坐下，圈着他的身子说：你和杜柔从小的教育不一样，她从小就被用淑女大家闺秀的标准培养，经不起你的调侃。我又没说什么呀，不过是问了他有没有替浩秋那啥。林一被腹黑的顾其东套出了话。顾其东哦了一声，林一立马反应过来，气愤地拍了一下顾其东的胸膛，你故意的。就是故意的。顾其东捏着他的胖脸笑。题外话啊，存稿用完了，开始裸奔，不能保证以后很更新多少啊。第59章，孩子急着出来，林一拽下他的手，瞪了他一眼，瞪完之后说：陪我出去散散步。
这些日子这么喜欢出去散步，不过散散步也是好的，对运动对孩子有好处。林一拉着他在小区的道路上慢走，顾启东怕林一摔着，所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，闹得林一不时地偷笑，以为顾启东太紧张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喜欢散步，也不是想要锻炼身体为宝宝好，而是想要跟你一起走走看看外面的景色。林一忽然有些煽情地说道。顾启东拉着林一的手，轻点了头，说：我会一直陪你看世界。就会说甜言蜜语，你爱听，我才说的。顾启东说。林一笑得像朵花似的，挽住顾启东的手，慢慢地走。对了，林一，我告诉你，垃圾零食不能再吃了，我已经将你的零食藏起来，这是为宝宝好。顾启东突然说，他也是看了书说孕妇要吃得干净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乱吃。林一不悦地嘟起嘴看向顾启东，哪有这样的男人的呀？这是他现在唯一的爱好，现在他都要剥夺。要知道以前他都不怎么爱吃零食，怀孕后才喜欢吃，尤其是薯片之类的，他喜欢吃番茄味的。看着我也没用，不能吃就是不能吃。顾启东说着，摸摸他圆圆的肚子，意思是让他多为宝宝考虑一下。林一也不跟顾启东争论，想他偷偷吃就行了，才不怕他呢。于是有一天，林一趁顾启东不在家的时候，出去买了好多零食偷偷的吃。顾启东回来，他忙藏到橱柜里，上面还不忘盖上一个塑料袋。肚子饿吗？顾启东一回来就关心林一的肚子。林一吃零食都吃饱了，自然是不饿，可是为了不引起顾启东的怀疑，他努力地点点头，说：有点饿了。接着顾启东就进了厨房，给他亲爱的老婆准备吃的。接着10秒钟之后，一声咆哮声从厨房响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林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泄气地垂着头，轻叹了一声，被发现了。顾启东拎着他的零食出来，站在他面前，林一，你觉得你1.6米的个子看不到的地方，我1.8米就看不到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林一使劲地挤眼泪，想要博取一些同情，免得后面的日子更惨。要不要我接你瓶眼泪水滴滴？林一仰起头看向顾启东，使劲地点头，好啊。他哭不出来，滴滴眼泪水，眼泪就会哗哗地出来。顾启东叹气，林一，我发现你怀孕之后智商降低了。顾启东，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骂我。林一斥喝，别转移话题，我告诉你以后不准吃了。说着，顾启东就将手里林一买的零食扔进了垃圾桶。林一大叫，还没吃完呢。顾启东，你浪费粮食。爷，钱多，不怕浪费。林一沉默，好吧，顾启东，你赢了。睡前，顾启东照旧给林一洗脚按摩小腿，林一舒适地躺在顾启东的怀里，说，顾启东，阿柔快生了，你说我们送点什么东西好呢？宝宝的小衣服、小鞋子，还是宝宝用的奶瓶啊？顾启东给了2个字，送钱。顾启东，你真俗，送钱给他们，让他们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他们才不缺你那点钱呢。还是我自己想好了。杜柔快生了，却还坚持待在家里，陆浩秋很紧张，总是要求他去医院养着，可是杜柔不同意，他觉得在家里比较舒服，而且他不喜欢医院。林一想，他也不想提早住进医院，还是家里的感觉好。想着想着，林一就这样躺在顾启东的怀里睡着了。顾启东陪着林一去逛街买孕妇装的时候，收到一张薄薄的广告纸，上面是关于孕妇瑜伽的广告。他细细地低头看着，发现孕妇瑜伽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。顾启东，这上面说孕妇练习瑜伽可以增强体力和肌肉张力，增强身体的平衡感，提高整个肌肉组织的柔韧度和灵活度，同时刺激控制荷尔蒙分泌的腺体，加速血液循环，还能够很好的控制呼吸。此外，正对腹部练习的瑜伽可以帮助产后重塑身材。林一说了一大串的广告语。你想去？顾启东轻挑了下眉。林一了几声，说，我从来都没有练过瑜伽，有点想去。
不怕累？林一摇头。顾其东从林一的手中抽出那张广告纸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想去就报名吧。”嘿嘿。林一傻笑了几声，摸了摸自己的大肚子，说：“顾总经理，为了你的孩子，你什么都愿意做吧？”顾其东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提防地看着林一，轻声地问：“你有什么阴谋？”顾总经理，不要这么害怕嘛。林一装出土匪似的拍拍顾其东的小胸膛，一脸的奸笑。顾其东也顺着他的意，装出被凌辱的小媳妇似的，害怕地看着林一。顾总经理，我去做孕妇瑜伽，你怎么能放心孕妇一个人呢？林一笑得得意，顺道抬手摸了一把顾其东的脸庞，所以你也要报名哦。林大小姐，你吃我豆腐。顾其东看着林一的魔爪，有些委屈地道。经过这对疯人夫妻身旁的路人纷纷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顾其东，估计他们的心里认为这个男人被老婆欺压得太可怜了。林一当然是不会去关心路人甲乙丙的心理了，他还意犹未尽地捏了一下顾其东的下巴，谁让他难得这么顺从？你说吧，去不去？你要知道我是很民主，你说不愿意去我就绝不会逼你。顾其东轻笑了一下，放下林一的手，轻缓抱住林一的腰身，小心地避让着他肚子里的宝宝，笑看着他。赴汤蹈火，我都愿意奉陪。他的语气很认真，眼神又是那么的专注，林一有片刻的恍神。顾总经理，你是越来越说甜言蜜语了哦。重新和好之后，他们不是没有了争吵，而是他们变得学会迁就对方，变得更加的体谅。顾其东很体谅她怀孕了，他努力的照顾她，知道她怀孕不能够自己洗脚和洗头，他总是会主动提出来帮她洗。每那个时刻，他总是倍感温馨，觉得生活很美好。遇到他是一种幸福。孕妇瑜伽班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姓楼，和电视剧《爱情公寓》的女主角的原名是同一个姓，你们可以叫我楼老师。好，现在我要点一下名，看各位准妈妈们有没有到齐。瑜伽班的老师在讲台上讲话。教室外面，林一正牵着顾其东往里面走，而身后的顾其东则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走慢点，小心摔着。都迟到了呀，你快点。林一有些着急，今天可是第一天上课，他可不想迟到。忽然有种回到了大学时光上课的感觉，不过那个时候都是顾其东拉着他去上课，实际他是特别想逃课，躲在被窝里看小说的。都是你呀，早上非拉着我在床上，最后还不是自己去浴室解决。林一有些幸灾乐祸。顾其东轻叹了口气，推开教室门，教室里的孕妇们齐刷刷地看向他们。林一有些抱歉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急忙拉着顾其东到空位置里站好。瑜伽老师看着迟到的两个人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，拿起手里的点名册，说：“刚才被打断了，现在我继续点一下名。”林一拍拍自己跳动的小心脏，转头看了看四周，发生有好多孕妇身旁都带着他们的老公，她觉得自己让顾其东报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顾其东，怎么有点像男士的名字？瑜伽老师有点疑惑，抬头望着台下的人。在这里，林一抓起顾其东的手举了起来。全场笑声一片，瑜伽老师有点嘴角抽搐，平稳了一下情绪之后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这位先生，这是孕妇瑜伽，我们的准妈妈们报名了之后，我们的准爸爸可以免费来听课，不需要报名。你这样会让我认为是你怀了宝宝。”瑜伽老师的最后一句话让林一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低头看向顾其东的肚子。顾其东有点囧，抓着林一的手捏了一下，见他投来同情的目光，他瞪了他一眼。明明是这个女人没看清楚广告纸上面写的内容，就让她去报名了。哎，谁让她就这么喜欢这个女人呢？好，点名结束了，现在我来教大家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。我们的准爸爸可以在旁边帮忙扶着点我们的准妈妈，当然如果准爸爸也想跟着一起做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瑜伽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看向了顾其东。林一扑哧一声又笑了出来，没办法，谁让顾其东在瑜伽老师的眼里可以算出是一个孕妇了呢？
请准妈妈跟我一起做，双脚并拢站立，伸展所有的脚趾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的膝盖要绷紧，向后用力，脊柱向上伸展，放下肩膀，颈部挺直。对，就像这位准妈妈这样做，她做得很标准。瑜伽老师说的就是站在前排的林一。林一得意地看了一眼顾其东，顾其东只是酷酷地站在一旁，微有些担心地瞧着他。接下来，目视前方，向上紧亮双臂，双手互扣，拉开身体。就这么保持1到2分钟，跟我一起保持吧。这一天，顾其东就陪着林一练习瑜伽，他是用一种保护的姿势站在林一的旁边，自然也会跟着他做几个动作。看到林一出汗，他就温柔地替他擦拭，让一旁的孕妇羡慕林一有个这么温柔的老公。练习完之后，顾其东载着林一回家。我觉得做完瑜伽之后，整个人都轻松了好多。林一有些兴奋地说道。接下来每一周我都会抽出2天时间陪你去，你不要一个人去。顾其东实际上有专门问过郑子浩关于孕妇做瑜伽方面的问题，郑子浩是赞同林一去练瑜伽。而今天的练习让顾其东认识到一些瑜伽的动作并不是很容易，有可能林一做不到位会摔着，所以他决定好好的在一旁看着他。林一的声音有点低沉。顾其东偏头看向他，见他已经坐在副驾驶上，闭着眼睡着了，他是有点累了。顾其东缓缓地停下车子，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，给林一盖上，才开动车子往家的方向开去。2个月之后，林一隔几天会给林胜打个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，无意间发现林胜并没有出国，而是还在 G 市。林一不知道林胜为什么没有出国，但他也没有出口多问。一天，林一在公园晒太阳，看到前面草地上有2个男人坐在草地上。那2个男人的动作十分的暧昧，因为他们是背对着林一坐的，所以林一看不清他们的脸。林一看到一个男人搂着另一个男人，看似还在接吻，他震惊不已。可是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当其中一个男人无意间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林一猛然从位子上站起。因为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，正是他的哥哥林胜。林一心里说不出的惊愕，他一直将当年的事情当作是一个意外，自己的哥哥是喝醉酒了才错误的要了小北。可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，他的哥哥原来真的是喜欢男人的。林一紧握紧手，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他们面前。当看到林胜搂着的男人时，林一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竟然是小北。哥，小北，你们……林一觉得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林胜也很意外会看到林一，而且林一还带了肚子。他站起身面对林一，林一，你怀了顾其东的孩子。哥，你告诉你和小北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林一一直盯着顾其北看。顾其北低着头不敢面对，林胜看到他这样就起来保护欲望，将他拉到身后，说，林一，我的事情你别管。哥，我怎么可能不管？林胜让顾其北先走，现在他们僵持在这里，会引来很多人的围观。顾其北不想让家里人知道，所以这件事不能太宣扬。林胜看着顾其北走了，才转头看向林一，我和小北在一起了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才和夏北在一起的？林一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林胜怒，他不允许别人侮辱他的爱情，即使是自己的妹妹也不行。林一拉住林胜的手，说，哥，你别这样，你放过小北好不好？他又记得曾经小北跟他说起他学生时代爱恋过的女士，他是喜欢女人的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自己的哥哥？肯定是自己的哥哥用了什么手段。林一，我不会放开小北的，我会和他在一起。林胜甩开古林一的手，或许是因为林胜的力道过猛，林一不慎摔在地上，而且他的肚子很疼很疼。怎么了，林一？林胜担忧地看着林一，蹲下身搂住他。林一看到去车子上拿矿泉水的顾其东回来了，他忙推开林胜的手，说，快走，顾其东来了，快走。他不想让顾其东和他哥哥再起矛盾。林胜看了一眼身后的人，看到林一额头出的冷汗，有些不太放心，
可是咬了咬牙，还是放下林一走了。顾其东拿着矿泉水走去，当看到坐在地上捂着肚子的林一，他吓得手里的水滑落在地上，他忙跑过去，抱起林一。怎么了？顾其东，我们的宝宝似乎急着出来了。林一有些虚弱地说，他的嘴唇苍白，微微发颤。顾其东逼着自己冷静下来，横抱起林一就往停车场跑去，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颤抖。林一紧拽着顾其东胸前的衣服，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喊出声，因为怕顾其东会更加的担心，他强忍着难受靠向顾其东。顾其东开车送林一去医院，整一段路程他的神经都是紧绷着的，他一只手紧紧握着林一的手，时不时偏头看向林一。见他满头的冷汗，咬着牙痛苦的样子，他的心绞一般的难受。他的心里害怕，怕他痛，怕他难受，更怕他会离开他。这么多年了，顾其东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，这种失去他绝对不能忍受。到了郑子浩的医院，妇科医生将顾其东拦在手术室外面，不让他进去，他只有在外面等候。等到消息赶来的郑子浩见顾其东木然地站在手术室外面，目光黯然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早产？预产期明明还有半个月，顾其东也把林一照顾得很好，怎么说早产就早产了呢？顾其东脑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，他紧握住拳头，狠狠地砸向墙面，咬牙道：我不会放过他的。谁呀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郑子浩疑惑，不知道顾其东说的是不会放过谁。顾其东沉默，满目都是血丝，他死死地盯着手术室的门。郑子浩知道他现在心里肯定特别的不舒服，也就不再多问，站在他身旁陪着他等。不一会儿，医生就出来了，看到郑子浩，他喊了一声院长，便将一张纸递给顾其东：顾先生，请你签个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顾其东的声音都在发颤。孩子和大人只能选一个。医生的话现在听来发生是这么的残酷，说什么只能选一个，大人小孩都要。郑子浩急了，我们医院怎么就有你这么没用的医生？孩子和大人都要平安，否则我开除了你。医生为难地看着顾其东。顾其东此时却是冷静地接过纸，在上面很快地签了名，最后顿住，他紧握了一下笔，将纸重新递回给医生，说：我选大人，我会尽力的。医生将纸给护士，然后转身回了手术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等待是件痛苦的事情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护士抱着一个婴孩从手术室里面出来，孩子还哇哇的在叫。不是让你们救大人吗？顾其东暴怒，朝着护士吼道，看都不看护士怀里的孩子。不能，林一，你不能有事，绝对不可以。林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郑子浩扯住疯了的顾其东，给了护士一个眼色，护士就匆匆抱着孩子走了。这时候，医生从手术室里面出来，顾其东怒得想要杀人，可当看到医生身后被推出来的林一，顾其东瞬间就像是被抽着气的娃娃，他呆愣地看着林一，片刻之后才颤抖着手去触碰他的手。林一，林一，他轻唤他。顾先生，病人需要休息，我们要送他去病房。最后，大人和孩子都没事。林一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顾其东满脸胡渣地坐在床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，他顺势抓住他的手，贴在他的脸颊上，露出一个笑。他的胡渣有些扎手，林一却不舍得伸回手。才不过一天，这个男人怎么看上去这么憔悴了？顾其东，我们的宝宝呢？林一一出声，才发现自己的喉咙很沙哑。顾其东摇头说：不知道。他只是在护士将孩子抱出来的那一刻看了一眼，之后就没有去看过孩子。你没去看过孩子？顾其东再次摇头，紧抓着林一的手不放。他从林一出事之后，就一直担心林一，孩子他确认没事就行，不需要看着。林一轻皱起眉头，这个男人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的孩子。我要看看孩子。他现在躺在床上，根本就不能动，只能说让顾其东去把孩子抱过来。可是顾其东说，孩子还在保温箱里面，
他是早产，医生说了要在保温箱里面待几天，确定身体没有问题再抱出来。林一听到孩子在保温箱里面，眼睛就泛酸了。孩子出生他都没来得及看一眼，现在还在保温箱里面，他都没有机会看看抱抱。顾其东，对不起，觉得很愧疚，要不是他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孩子就不会急着出来，就不会待在保温箱里面。顾其东偏头亲吻了一下林一的手，傻瓜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林一，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平安的出来了。林一很理解顾其东的感受，很明白他的紧张。顾其东，我有点疼。哪里疼？顾其东紧张地问。肚子。他知道肯定是开刀的地方麻药解了，现在隐隐地传来疼痛感。我去叫医生。顾其东急得站起身要去找医生，而林一扯住了他的衣角。这是正常的，你不要这么紧张。林一的话刚说完，张慧欣和顾老爷子推门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郑子浩。林一，我的好孙媳，难为你了。老爷子有些激动地看着林一，张慧欣站在一旁只是淡笑。爷爷。林一轻唤了一声。乖乖，好好休息，把身体养好了。顾其东，我都还不知道我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呢。林一突然想到这个问题。张慧欣淡笑，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我刚去看过，小小的一个躺在保温箱里面，真的。林一惊喜地说道。他是高兴可以去看望孩子，他期待去看孩子。顾其东看出了林一的想法，说道，你给我乖乖躺在床上养身子，不要急着去看孩子。林一有些泄气地低下头，转而又忙抬起头说，顾其东，我们还没有给孩子取名字呢。顾其东想想也是，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可是这名字却没有取。他转头看向顾老爷子，爷爷，您帮忙想个名字吧。顾其东把问题抛给了顾老爷子。顾老爷子拄着拐杖看向林一，说，孩子的名字你们自己想，喜欢取什么取什么。不过这孩子的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字子慧。谢谢爷爷。子慧，子慧，聪慧的意思。张慧欣笑而不语，将拿来的鸡汤拿出来，勺了一碗递给了顾其东。顾其东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，然后亲手喂林一吃。林一看着顾其东伸过来的手臂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他有些不太好意思，瞪了顾其东一眼，可是这个男人像是没看到他的眼神一样，硬是要他喝下鸡汤。林一没有办法，只好张开嘴，喝了下鸡汤。不过没得说，鸡汤的味道真的很美味，林一忍不住又张开了嘴让顾其东再喂他。顾其东有些失笑，但也如了他的意思，又喂了他几口，直到他将一碗鸡汤全部喝完。你们要不要这么温馨啊？我可受不了了。郑子浩有些发酸地说道，引得顾老爷子和张慧欣都笑了。被这样一说，林一倒是不觉得难为情，大方地笑。几天之后，林一可以下床了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让顾其东带他去找孩子。顾其东扶着他去了专门看管婴儿的病房，看到护士将他们的宝宝推出来，林一激动得红了眼眶。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我。林一有些委屈地道，他们的宝宝每个地方看上去都长得像顾其东。顾其东笑，现在才这么一点，哪里看得出到底是长得像谁？林一，我已经给他取好名字了。顾其东轻抱着林一，低低地说。什么？林一抬眸看向顾其东。顾爱一，意思是明了。林一笑了一下，说，顾其东，你真俗，我以为你能取出多文艺的名字，原来这么的俗气。他看到顾其东的脸开始臭了，忙说，不过我喜欢，真的喜欢。顾家小宝宝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。林一跟着宝宝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，确定宝宝没事了之后，才一起出院了。林一抱着宝宝进了家门，顾其东搂着他的肩膀，一直说着让他走得小心点。刚进了家门，宝宝就大嗓门地大叫了出来，哭得作为母亲的林一都心疼死了，不停地哄。会不会是饿了？顾其东将东西放好，见林一抱着孩子站在客厅不知所措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好笑。饿了吗？
林一伸出手指在宝宝的唇上点了点，小家伙立刻伸出舌头去舔林一的手指，确实是饿了。林一抱着孩子在沙发上坐下，摇起自己的衣服给宝宝喂奶。宝宝吃得特别的起劲，林一看着宝宝的小脸，觉得特别的满足。他抬眸看向顾其东，谁知他竟然紧紧地盯着他的胸口看，还动了动喉咙。林一咳嗽了一声，顾其东抬眸看向他。顾其东，你的眼睛不老实。林一正色道。顾其东觉得有些憋屈，他看自己的老婆，他孩子的妈怎么了？哪条法律规定不允许他看了？老婆好像大了一点。顾其东，林一怒吼。哇哇！宝宝被自己的妈妈吓到了，大叫起来。林一见宝宝哭了，就急了，忙哄道：宝宝不哭，不哭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总觉得宝宝看了顾其东一眼后，转而看向自己的粮食，吃了起来。小家伙好像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爸爸才哭的。顾其东摸摸鼻子，笑笑。原来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是真的，他的女儿这么小就知道帮爸爸了。宝宝吃着吃着就睡着了，顾其东从林一的怀里将孩子抱起来，趁机亲吻了一下老婆大人的唇，说：我抱孩子去睡觉。林一点点头，整理自己的衣服。顾其东下楼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林一打完电话挂断了电话。谁的电话？他问。哦，杜柔的，她2个月前不是刚生下一个小包子吗？她说想要跟我们宝宝定娃娃亲，让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。林一是见过杜柔的儿子，小男孩长得可好看。哼，陆浩秋想当我女儿的公公，也要看我同不同意。你倒是同不同意呀？林一笑问。顾其东这个男人还是挺会跟陆浩秋置气的。明明人家陆浩秋已经跟杜柔夫妻恩爱了，他还不放过陆浩秋。没门。顾其东说。几年之后，顾爱一追着陆远跑的时候，顾其东完全管不住，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一些事情变得琐碎，比如说喂奶、换尿布。顾其东当然是意识到了他们这一对年轻爸妈根本是养不好孩子，于是让李嫂回来帮他们的忙，有了李婶，他们也轻松了不好。因为我们的顾爱一小朋友真的是太会耍小脾气了，动不动就哭，嗓子还特别的响亮。一次，顾其东总经理亲自给顾爱一小朋友换尿不湿。顾总经理刚刚把尿布给拿下来，顾爱一就拉了，黄黄的一团全部拉到了顾总经理的大腿上。顾总经理该庆幸的是，第1个月顾爱一喝母乳，她的便便一点也不臭。躺在床上看杂志的林一看到这个场景，忍不住笑了，还笑得特别的大声。顾总经理转头瞄了林一一眼，林一忙闭上嘴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惹我们的顾总经理，免得他蹭过来将便便染到他的身上。顾总经理将顾爱一小朋友的小屁屁擦干净之后，将他扔给了坐在床上袖手旁观的林一。林一抱过顾爱一小朋友，顾爱一吃着自己的小手指，笑得特别的开心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林一和顾爱一小朋友都笑得特别的开心，只有顾总经理是一张臭脸。你呀，什么时候不拉，偏偏挑你爸爸给你换尿不拉，真会挑时间。林一捏着顾爱一小朋友的胖手道。顾爱一小朋友哪里知道妈妈在说什么，他只管睁大大的眼睛装可爱。顾其东进了浴室，出来的时候是光着身子，只穿了一条内裤出来。林一看着身材极棒的顾总经理，忍不住咽了口水。他好久没有摸过他的6块腹肌了。林一作为一个色女，忍住向顾其东招了招手。顾其东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心里却是笑着乐，他是故意的，他猜中了林一看到他的身材会受不了。林一哪里知道腹黑的顾总经理在打什么主意，他现在只想摸一摸他的腹肌。顾其东走到床边，林一就伸出了魔爪，贴上了他的小腹上。顾其东忽地抽了口冷气，好久没有那个了。顾其东有点受不了林一的抚摸，他抓住林一的手，让他拿开。林一瘪了瘪嘴，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瞧着顾其东。顾其东看向躺在林一怀里已经睡着的小家伙，抱起他放到一旁的小床上。
他刚放下顾爱一小朋友，就感觉到腰身一紧，一双小手牢牢地抱住他，他身子忍不住地颤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顾其东，林一将脸贴在他的背上。本来就是几个月没有开荤了，顾其东哪里受得住林一这样的引诱，他抓住林一的手，转过身，狠狠地咬住了女人的唇。因为宝宝一出生就放在了保温箱里面，所以开始没有喝林一的母乳。等宝宝出来之后，母乳并不多。起初林一很苦恼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母乳渐渐的多了，偶尔他会有点肿胀感。林一专门向杜柔讨教了一些方法，杜柔说母乳可以先吸奶气吸出来，等宝宝饿了可以给他吃。这个艰苦的工作当然是交给了我们的顾总经理。比如此刻，我们顾总经理一本正经地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吸奶器。每这个时刻，林一总是觉得我们一脸正气的顾总经理有点猥琐的潜质，不过他胀痛的难受，当然是不会接受顾总经理的帮忙啊。顾总经理今天有点受不住这样看着林一，手上的用力不恰当，弄疼了林一，林一痛得叫出声。顾其东一惊，放缓了手中的力道，担忧地看着他，疼吗？废话，要不你试试。林一有点气恼地说道。要不换种方式？顾其东很认真地道。林一一时迷糊，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方式，愣愣地点了头。下一刻，顾其东低下头，张嘴含住。林一惊得大叫，不会害羞的他都不由得涨红了脸，心也不受控制的猛跳。垂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抓着被单，紧张地看着顾其东的头。顾其东抬头看向他，突然明白了自作孽不可活，因为他忽然很想要，动了动喉咙，沉声说：“感觉如何？”林一猛地抓过一旁的被子，盖住身子，狠狠瞪了顾其东一眼。顾其东，你知道你现在看上去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急色的狼。林一拽着身前的被子，警惕地看着顾其东。顾其东轻笑，原来他对他的欲望这么明显。哎，他拿过一旁的衣服，寄给他，让他穿上。林一，既然你不放心国内的奶粉，我从国外买些进口的奶粉回来。林一套好衣服，说：“不过前几个月还是让宝宝喝母乳好了，喝母乳的宝宝比较健康。”听你的。每晚都被林一折磨的顾其东忍不下去了，想要爆发。卧室的大床上，顾其东热烈地亲吻着林一，慢慢地移向他的颈部处，轻轻地啃咬，让他情不自禁地弓起了身子。林一觉得身子开始火热起来，生完孩子以后，身子似乎变得更加的敏感。他不经意地扭动了一下身子，让顾其东隔着薄薄的衣服吻着他的柔软。林一低吸了一口气，蓦然抱住顾其东的身子。顾其东剧烈的喘气，他紧压着自己的欲望，不让自己太过于粗俗，他要慢慢来，免得伤到了他。顾其东，林一低唤着他名字，见他额头有些汗水，忍不住伸出去他擦拭。顾其东猛地抓住他的手，狠狠地咬住他的唇，逼得他呻吟出声。顾其东，我记得我们离婚了。林一总是有办法让人扫兴，说出这句话让顾其东气得想咬人。他也确实这么干了，紧紧地咬着了林一的颈脖。林一怕吵醒孩子，所以他只有压低了声音哭喊：“混蛋！林一，我让你见识一下真的混蛋。”第60章，抑郁、神伤、转折。一夜的缠绵，林一躺在顾其东的怀里睡着了。顾其东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胸口，都是一些红红紫紫的吻痕和咬痕。某个女人发起狂来，真的能把他给逼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只要我们的顾爱一宝宝睡着了，他的爸爸就总会对他的妈妈耍流氓。林一坐在阳台上翻阅娱乐报纸，无意间看到一个报道说，顾氏集团总经理已经和夏薇然小姐秘密订婚，而且传闻夏薇然小姐已经秘密为顾总经理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倒是很久没有得到夏薇然的消息了，这个报道估计又是他自导自演的吧。一阵风吹来，不经意吹，